胡友你好，我是高毅，欢迎来到宜阳晚年。1974年的你走到52岁，能力胆识过人，重情重义，却总感钱财难聚，付出与收获似不成正比。你可能不解，为何自己这头山林之王反觉愈忙愈累，财来财去。高毅今日与你交心，这绝非你能力或命运不佳，前半生的辛苦实指向一个被你忽略太久的命理真相。它像一把钥匙，既能解开过往财气漏风之谜，更直接关系到你52岁后的运程，是继续奔波还是苦尽甘来。2026丙午马年是你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关键在于必须斩断那根漏财之根，抓住身边被忽视的翻身机遇。属虎者往往大器晚成，但前提是找到并堵住身上悄悄卸掉福财的漏洞。今天我们不仅要解开存不住钱的疙瘩，更教你借2026年特殊的五行能量，将流失的财富连本带利召回。这不是迷信，是老祖宗关于时空与能量流转的智慧。请你静心细听，接下来的每句话都可能是开启你后半生安稳富足的关键之钥。如果你觉得高毅我今天在宜阳晚年分享的这些话对你有一点点启发和帮助，请一定订阅我们的频道，旁边的小铃铛也点一下，这样以后有新的智慧分享，你就能的一时间收到了。好，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先一起回过头，看看你前半生走的路。1974年是农历甲寅年，你的生肖是虎，这个年份的纳音五行属大溪水。但如果从正五行来看，你的命格是甲木，而且是参天大树那样的强木，根深蒂固。你这只老虎啊，天生就带着一股子傲骨和不服输的劲头，在哪儿都想当个领头羊。在朋友堆里，你肯定是那个大哥或者大姐大，谁有难处了找你帮忙，你二话不说就冲在前面。朋友聚会吃饭，你总抢着买单，别人开口借钱，你抹不开面子，连欠条都不好意思让人打。你心肠太软了，耳朵根子也软，最听不得别人的几句好话或者卖惨的眼泪。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对？这就是你前半生最大的一个痛点，也是你守不住钱的头号原因。你的财库啊，容量其实不小，但你财库的那扇大门却总是为了义气和面子这两样东西敞开着没关过。你静下心来想想，这些年你借出去最后却没影儿的钱，加起来是不是都能付个小房子的首付了？那些你曾经鼎力相助过的人，当你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又有几个是真心实意回过头来拉你一把的？这种性格让你赢得了好名声、好人缘，却在实实在在的实惠上吃了大亏。从命理的角度看，这就叫劫财，心性过重。比肩劫财旺，虽然说明你人脉广，朋友多，利于合作，但如果命局里没有强有力的官星来约束你，或者没有食伤来转化这股能量，那么你的财星就很容易被分走，被争夺。简单说，就是你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赚到的钱财，很容易因为身边的小人、损友，或者你自己一时冲动，讲哥们义气的决定，而白白流失掉。而且啊，还有一件你可能从来没意识到的事儿，除了性格原因，你前半生很可能一直处在一种五行能量失衡的状态里。你仔细回忆一下，在你的家里，或者你长期工作的办公室里，是不是存在某个你特别习惯待着的方位？你或许从来没注意过，那个方位对你而言，可能就是一个破财位。每当你长时间在那个方位活动，或者不小心在那个方位摆放了某些特定物品，你的破财、耗财情况就会不知不觉加重。高毅我在宜阳晚年见过太多属虎的朋友，能力超群，做事雷厉风行，可就因为长期睡在一个风水上有问题的房间，或者总是穿戴与自己五行相冲的颜色，结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最后莫名其妙变成了医药费、维修费，或者是各种是非纠纷的赔偿金。这里高毅我必须特别郑重地提醒你一个2026年隐藏的危机。今年是丙午马年，地支午是火，你的生肖寅是木，木生火。
这就形成了寅午半合火局。表面上看，这是好事，火是你的食伤，代表你的才华有机会展现，会有更多机遇找上门，看起来红红火火。但你一定要警惕，火如果太旺了，就会过度的泄耗木的元气。也就是说，你今年虽然机会多，但身体和精神上的消耗会达到一个顶峰。如果你不知道用一种特殊的东西来锁住、滋养这股被过度消耗的元气，那么今年就算你确实赚到了一些钱，也很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健康问题或者家庭里的一些变故，而把这些钱又全搭进去。这就是当下最紧迫、最需要你立刻警觉起来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还不懂得收敛自己过于外放的能量，还不懂得用一些顺应命理的方法来补救和增强自身，那么52岁之后的路很有可能还会重复以前的模式。你想象一下，如果到了60岁，你还需要为了一日三餐，为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去看人脸色，奔波劳碌，那会是一幅多么让人心酸的晚景图。但是只要你从现在开始愿意改变，哪怕只是做出一个很小的调整，你的运势就有可能像枯木逢春一样，瞬间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光讲道理，你可能觉得不够真切。高毅，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你就明白了。这是之前一位1962年出生的属虎前辈的经历，虽然他比你大了一轮，但他当年的处境和你现在简直是惊人的相似。那是12年前的2014年，同样是一个甲午马年。那位前辈当时也正好是52岁，我们就叫他陈先生吧。陈先生是做建材生意的，前半生也是风风火火，赚过大钱，但就是存不住，身边总围着一群所谓的朋友，今天拉他投资这个项目，明天求他给那个生意做担保。结果到了52岁那年，生意卡住了，还背了一身债，身体也查出了高血压和心脏的毛病。他当时找到我，满脸都是绝望，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我仔细分析了他的八字和当时的流年，发现他也是木气非常旺，又赶上火旺的年份来泄气，整个人就像一棵被放在烈火边上烤的大树，外表看着还行，内里的水分和根基都快被烤干了。他当时最爱穿的颜色就是我马上要告诉你的那个禁忌颜色，而且他的办公室老板椅正好就摆在了那个最不吉利的凶位上。我当时很直接地对陈先生说，你要是真想翻身，必须立刻做3件事。第一，立刻停止所有无效的社交，把那些只会消耗你、向你索取的朋友关系断干净。第二，马上把你办公室的座位从那个凶位挪开，换到一个能声望你的吉利方位。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你必须在身边随时备好一样五行属水的物件，同时把你衣柜里那些禁忌颜色的衣服全都处理掉，换成另一种能帮你生财守财的颜色。陈先生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照着做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大概过了3个月，到了那一年的下半年，他感觉自己的心静下来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躁，也不再冲动地去投资那些不靠谱的项目。这时候，一个老客户给他介绍了一个看起来不起眼，但利润很稳定的小工程。因为他断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酒局，有充足的精力去认真跟进这个项目。结果到年底一盘算，他不仅把之前的债务全部还清了，账户上还实实在在地存下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现在的陈先生早就安心退休了，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舒坦。你看他在52岁那个人生关口上的觉醒和改变，的的确确挽救了他的整个后半生。我跟你讲这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想告诉你，52岁绝对不是你人生的终点，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起点。对于1974年的你来说，今年2026年同样是马年，同样是寅午半合的格局，历史总是有着相似的韵律。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和当年的陈先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到底什么东西在暗中阻碍你呢？那个你必须远离的颜色究竟是什么？那个能帮你翻身、聚集财富的神秘方位又在哪里？
接下来就是揭晓答案的时刻，请你一定要听仔细了。首先，那个你前半生可能非常喜欢，甚至觉得能带来好运，但实际上却在暗中不断消耗你财运的颜色，就是非常鲜艳的大红色。你可能会反驳我说，高毅老师，不是都说本命年穿红屁鞋吗？我属虎的，穿红色喜庆，有什么不对？这里有个很大的误区。对于1974年甲木命的你来说，木生火，红色五行恰恰属火，你本身的木气已经非常旺盛了。今年2026年又是丙午火旺之年，等于是火上浇油。如果你再天天穿红带红，那就会形成命理学里说的火多木焚的凶险格局。这就好比你自己是一根优质的木材，本来就被流年的烈火烤得够呛了，你还拼命往自己身上泼油，这怎么能守得住财呢？财气好不容易来到你家门口，还没进来就被你周身过于旺盛的火气给蒸发干了，烧没了。所以高毅，我郑重建议你，从今年开始，在你的后半生要尽量减少大面积鲜艳正红色的穿戴，尤其是贴身的衣物，比如内衣、睡衣、袜子这些。那到底什么颜色才是你的救命色，是你后半生的发财色呢？答案是五行属土的颜色，也就是黄色、咖啡色、驼色、卡其色这一系列。为什么呢？因为五行生克中讲究木克土为财，土就是你甲木老虎的财星。你前半生就好比有一身惊人的力气和本事木旺，却偏偏没有一个结实可靠的口袋或者仓库，土若来装钱，钱来了也存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流走。特别是在今年这个火特别旺的年份，火是能生土的，只要你把自己的土能量补足了、加强了，那么今年这股看似消耗你的火气，反而会转化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源泉，源源不断的去声旺你的财库。这在命理上就叫食伤生财，是发财的好格局。所以从今天起，多穿黄色系的衣服，你家里的床单、被套也可以换成暖黄色、米黄色，这能极大的增强你财运的稳定性和厚重感，让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能真正的落进你的口袋，安安稳稳的待住。接下来我们说说那个关乎你运势走向的方位。1974年的属虎人，你后半生最吉利、最能帮你聚集财气的方位是东北方和西北方。东北方是艮宫，也是生肖虎的本命方位，代表着你的根基、靠山和不动产。多在这个方位活动或休息，能让你感觉踏实，运势有依靠。西北方是乾宫，五行属金，虽然金克木，但对于你这颗过于强旺的甲木来说，适当的修剪金克木反而能让你成财。而且乾宫代表着贵人、长辈和权威。如果你想在事业上再做最后的冲刺，或者想稳稳地守住家业，就要有意识地多在这两个方位活动、办公或休息。而那个你必须小心避开、暗藏破财是非的凶位，就是西南方。西南方在2026年这个流年里，特别容易引发口舌争吵、是非纠纷和意外破财。尤其是对于生肖属虎的你来说，这个方位的气场容易激发你性格中冲动、急躁的一面，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请一定检查一下你家里的床头、你办公室的办公桌，是不是正好朝向或者位于整个房子的西南方。如果是，高毅我建议你尽快、尽可能的进行调整。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小秘诀，是关于数字的。这个数字能像定海神针一样帮你稳定气场，吸引财富。这个数字就是5和0，因为这两个数字在五行上都属土。正如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土就是你的财。你可以有意识的在选择手机号码的尾数、车牌号，甚至是设置银行卡密码、网络账户密码时，多融入这两个数字，它们能在你不知不觉中默默地增强你对财富的掌控力和吸引力。知道了这些原理，你可能会问，高毅老师，道理我懂了，可具体到2026年这一年，我该怎么过日子，才能把这些方法用起来呢？别急，我这就给你几条实实在在能立刻上手操作的建议。2026年丙午年，
对于52岁的你来说，是一个食伤生财、潜力巨大的年份，但前提是你必须把心沉下来，把节奏慢下来。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示弱和藏拙。属虎的人前半生太爱当主角，太喜欢争强好胜、出风头了。到了52岁这个知天命的年纪，你要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处处彰显锋芒，而是懂得在什么时候收敛光芒。今年在职场或者生意场上，如果遇到争执和矛盾，尽量不要选择硬碰硬，要学会以退为进。因为寅午半合的缘故，你今年的人缘其实是不错的，只要你不主动去挑事、去争抢，反而会有很多贵人愿意向你伸出援手，给你提供机会。特别是那些生肖属马、属狗的朋友或合作伙伴，他们是你的三合贵人，多和他们沟通往来，虚心听听他们的建议，往往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靠谱财路。第二件事是关于你的家庭和健康。前面说了，今年火旺泄木气太过，所以你最需要精心保养的就是你的肝胆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在五行里，木主肝胆，火主心脑血管，木生火，就好比母亲木去滋养孩子火，母亲消耗会很大，所以你今年特别容易感到疲劳、乏力、眼睛干涩、头晕或者睡眠质量很差。你一定要记住，身体才是革命最根本的本钱，一旦身体垮了，财运再好，你也无福消受。所以今年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少喝酒，更要努力控制脾气，少生气，少动怒。在家里要多和伴侣、孩子心平气和的沟通。属虎的你性格比较强势，在家里可能习惯说一不二，但这很容易在无意中伤了家人的和气，而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于52岁的你来说，家庭的和谐稳定就是你最大的、最宝贵的财库。试着把家里那些带有尖角的、锋利的摆设装饰品收起来，换上一些造型圆润的陶瓷材质的饰品。陶瓷五行属土，既能化解尖角带来的煞气，又能声旺你的财运，一举两得。第三件事是直接关于钱财的处理方式。既然已经清楚自己前半生在钱财管理上的弱点，那么今年开始，赚到的钱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随便放在活期账户里，或者一有朋友开口就借出去。你可以考虑把钱转化为一些稳妥的固定资产，或者交给家里那位性格最稳重、最靠谱的家人来帮忙打理。你要给自己立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无论谁来找你借钱，无论他说的多么感人、多么紧急，只要借款金额超过了你心里能承受损失的底线的1/10，就必须坚决而礼貌地说不。学会拒绝，是你后半生守住财富的第一门必修课，也是最重要的功课。不要害怕这样会得罪人，真正为你着想的朋友绝不会强你所难，而那些因为你这次不借钱就立刻跟你翻脸说闲话的人，恰好证明了他就是你命中的劫财煞。早点认清，早点远离，对你反而是种解脱和幸运。另外，高毅我再分享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生活化的改运小习惯给你。你是属虎的，老虎是山林的王者，天生需要有自己的领地感和根基感。你可以试着养成一个习惯，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辰时，这个时辰土气非常旺盛，你可以到家附近的公园、绿地，或者哪怕只是小区里有泥土的地方去走一走、散散步、接接地气。如果条件不允许，哪怕只是在自家阳台、窗台上种上几盆用泥土栽培，记住，一定要用土培，不要用水培的绿植，比如虎皮兰、金钱树等，每天花几分钟照料一下它们。这个过程中，你能很好的稳定自己的心绪。那种因为焦虑、急躁而产生的漏财气场，会在你接触泥土、呵护植物的宁静时光里，不知不觉地消散掉。土能稳固木的根基，让你这棵大树越扎越深，越来越稳。属虎的有缘人，52岁是知天命的年纪，但知天命绝不是让你认命躺平，而是让你更智慧地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活出真正的自己。你的天命
就是从一棵在人生风雨中曾经有些飘摇的大树，成长为一根能稳稳支撑起家庭未来，让自己安心依靠的栋梁。你后半生将要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磨练你的心性和智慧，而后半生应有的福气，正是留给现在这个已经做好准备、愿意改变的你。2026年，就是你从全力进攻转向智慧防守，从外在奔波转向内在安宁，从追求虚名转为守护实力的关键转折年。若你愿尝试今日所说之法，善用土色，调对方位，选好数字，稳住心性，远离消耗，便会发现赚钱与守钱并非难事。请相信，上天给你的考验已足够，如今正是收获甘甜之时。你前半生的伤痕，终将化作后半生最闪耀的勋章。莫再为已失的金钱与机会懊悔，请将目光投向即将到来的安稳与富足。你命中的后福，不仅在于钱财，更在于子孙贤孝、家庭和睦、自身康健。当你学会如大地般厚德载物，财富自会如江河汇海，源源而来，不再轻易溜走。你能听到这番话，已是缘分。望你不仅听进耳里，更记在心上，落于每日行动。哪怕每日只做一点积极改变，经年累月，亦足以让生活焕然一新。高义在宜阳晚年真心祝福你，愿你在2026这个转机之年，如虎添翼，兼有王者威风与智者沉稳。愿你财库丰厚，年年有余。愿你后半生身体康健，心情舒畅，尽享苦尽甘来，儿孙绕膝的轻福与圆满。深深祝福你。